如果不是误会我怀孕了，你还会跟我结婚吗？如果不是你怀孕了，我不会这么早想结婚的事。那既然你知道这是一场误会，那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？你完全可以取消这场婚礼啊！你还不想走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对我们的婚礼，还有我们的未来，没有丝毫的期待？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。我不是不在意我们的婚礼，只是封家的规矩太多了，我怕你处理不来，所以才全权交给风月来处理。其实在我心中，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的婚礼只是完成封家的传统仪式，我不是冷漠。只是那些都没有你重要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个戒指是从我祖母那个时代就传下来的，他只传给我们封家的媳妇儿。这个戒指代表着过去，站在这里的我们代表着现在。如果把它套在你的无名指上，代表的是我们的未来。薛珊珊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你愿意嫁给吴凤腾吗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这份爱没有期限，绝不会搁浅。珊珊，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张律师。哦，张律师好。你好。坐吧。哎呀，你看啊，这一眨眼，我在你们家做律师已经10几年了。你都要成家了，你看，要是你爷爷能看到这幸福的时刻，该多高兴啊！过2天就是爷爷的忌日，我会带珊珊去看看爷爷。好。哎，总是大喜事儿。好，不说这个，咱们说正事儿吧。这个婚前的协议呢，包括2个部分，是主协议和赠与协议。那么，凤先生跟我说，昨天呢，他已经给你解释过这个主协议的意思，主要就是把你和集团的利益分开。关于这部分，你没有异
意见吧？是啊。那好，这里呢是赠与协议，它包括了封先生名下所有的房产、商铺、珠宝首饰、股票以及股权基金。啊，这也是你和封先生结婚以后暂时能够得到的所有。这么多，而且昨天封腾没跟我提这些呀。哦，当然了，这是你能得到的所有的不动产，还包括我们封先生这位动产。张律师，我记得那个基金和股票算是动产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股票和股权基金从传统意义上来讲，应该属于动产。但是，鉴于现在这个特殊情况，跟封先生比起来，他们不就显得像不动产了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封先生是股票和股权基金的结合，生来就带有货币符号，当然显得流动性就更大了。所以呀，小姑娘，你可要好好经营哦。这些呢，我也只是说个大概，你要仔细看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你来问我。这么厚一堆，从哪里看起啊？我只签这一张，好吗？就一张。这。张律师，我跟珊珊单独商量一下。好，那你们俩再商量一下，我去打个电话。让你签这些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没不高兴。那为什么不签？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而且你昨天只跟我说有主协议，没说有其他的。主协议是爷爷在风月结婚的时候拟定的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集团在任何的情况下都不受影响。这些赠与是我风腾所有的个人资产。主协议我没有意见。既然主协议保障了集团利益，那我也要保障你的利益。这些赠与就是让你在最坏的情况下，至少还可以拥有这些。你是怕将来的你会亏待我？不是，我可以把这些档案资料都当成是废纸。但是珊珊，岁月太长了，我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至少你拥有这些，我可以少一份畏惧。风腾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这间公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在你名下的所有财产当中，只有那间公寓拥有我们共同的回忆，这才是我最想珍贵的。我不想因为这些东西模糊了我们的感情，模糊了我们关系的焦点。再说了，我是跟你结婚，又不是跟钱结婚。没有你的话，就什么都有了。
那些东西对于我来说，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不欠这些，将来你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但是你只有我了。妈，我要结婚了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珊珊又要回家过年了。当初牵了她的手上幼儿园，感觉就是昨天的事儿。是啊。没想到，过完年后珊珊就要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刚才珊珊打电话来说，就是在说这个事儿。你不是才跟我说珊珊交男朋友了？怎么没几天又说要结婚了？哎呀，是啊是啊，我也骂过她了。我说了，这个事儿得要先问问你。我看啊，你是早就知道这事了，跟着他瞒我瞒到现在，瞒不过了吧？那你说这个男的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个男的就是他的大老板，叫封腾。老板封腾，封腾，他们公司的大老板。对呀。你们娘俩是不是联合起来捉弄我？哎呦，我也想这样呀，但珊珊爸，我看这件事啊，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是不是珊珊在公司里受到大老板的胁迫，受委屈了？哎呦，你别老是往坏处里想呀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了，珊珊生病的时候，她男朋友一直寸步不离地照顾到她出院，这都是真的，这柳柳都可以证明的。那也不能说结婚就结婚的。珊珊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打电话问过她了啊。哎呀，你别东想西想的瞎琢磨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算是吧，那对方不是也提出结婚了吗？你怎么说这话？我说什么啦？珊珊都已经23了，不是小丫头了，已经长大了，她总是要嫁人的嘛。等谁电话？没有啊，没事儿，只是在看时间。妈妈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急死人了！彤彤啊，
叫安什么的就能查到封腾的来历啊？二伯，这叫 iPad 啦，只要是在网上有的资料都查得到。哦，那你帮二宝查一下封腾。哦。发现什么了？嘿嘿，原来我想要买的那款游戏是丰腾集团底下的子公司出的。下次我叫珊珊姐带一套回来，我就不用花压岁钱了。你查这些没用的干嘛？你就查封腾这个人，有没有结过婚？有过几个女朋友？先查这些。哎，没有，都是一些财经新闻，什么买了哪些公司，股票预计多少钱。哎，二伯，你要知道珊珊姐大老板的八卦做什么？你真想知道，问珊珊姐不是更清楚啊？让你查个资料这么多废话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会吗？我不要，你弄会坏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你教我们。哎，好，这不是彤彤在帮你查吗？哎，没有就是没有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啊，难道你还希望珊珊的男朋友一大堆的花边新闻呢？珊珊姐的男朋友是丰腾大老板？不是，我还没同意呢。那个彤彤啊，谢谢你啊！你回家呢，先别跟你爸妈说这些，等珊珊姐回来以后，你们姐弟俩再多聊聊啊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快点吃饭嘛！丽叔和郑琪这对冤家啊，终于算和好了。今天我在这里订了包厢，一会儿我们好好聊聊细节，放轻松点。我爸，你先进，我们先进去，走。喂，爸。珊珊，爸问你，你真的是跟大老板封腾在交往？对啊。你是真心喜欢他这个人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喜欢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身份。对。那他呢？他也是。爸，丰腾对我真的挺好的，您见着本人就知道了。见面？既然要见面，爸给他做套西装，就当见面礼吧。啊，爸，不用了，那个丰腾他有挺多西装的，不用您做。这跟他有多少西装无关，你就把尺寸给我就行。爸，真的您别麻烦了，丰腾他不需要。他不需要，我需要。爸知道他们家很有钱，可能也不在乎我给他做的西服。但是珊珊，你知道，爸这辈子可没有亲手做过西服送给哪一个人。爸，我明白了。您的心意，我会转达给他的。我先帮他谢谢您了。那你把尺寸尽快给我啊。怎么了？我爸说他要见你。我安排一下时间，跟你回去见父母。喝杯水吧。你在看家居啊？
哎，这个沙发挺好看的哎。喜欢吗？喜欢呀，特别喜欢。珊珊，今天除夕我们在老家过吧？不行啊，除夕要回家过的。我们结婚以后，也应该不能回家过年了吧？大年初一，我冯友还有颜青去你们老家见你爸妈。真要回去见爸妈，不知道爸妈会是什么反应。冯先生，这是丰泰的包裹。好，谢谢。丰太太，原来她跟大楼的警卫是这样说的呀。这应该是你们家寄的吧？啊？不应该呀，我妈也没有跟我说呀。该不会是……老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薛珊珊，啊？解释一下。我以前有没有跟你讲过，我老爸是做裁缝的呀？你应该没说过。那你现在知道啦。这套西装是我爸做给你的。他的意思呢，就是你要穿着这套西装回老家。你要是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不穿也行。哎呀，真的太兴奋了！乡下空气特别好吧？对呀，到时候我带你们去散散心。一定的。现在咱们走吧。哎，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全好了。你们人去就行了，准备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应该的。那怎么行？我们一定得准备大礼去表我们的诚意。哎呀，麻烦你们了！别，千万没什么没什么。我们走吧。哥，你今天换造型啦？双排扣，复古风啊！泰山定制。泰山定制，我只听说过人猿泰山，泰山定制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岳父定制。是，这是我爸特意为他定做的。哎呦，帅！哎呀，要是我的婆婆也能给我做条裙子，该多好呀！哎，你别这么说，你要敢穿你婆婆做的裙子，那还真是好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看吗？很帅。
咱们走吧。你小的时候就在这里跑来跑去的。对啊，那个在那里面洗衣服啊。啊？洗衣服啊？对啊，而且这里有很多游客，有很多观光团。你看那边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饭店、小店。那里，对，那里就是我们家裁缝店。很不错吧？各位父老乡亲，我带我哥谢谢大家了。谢谢。哎呀，你看我们初来乍到的，大家就那么热情的问候我们，我们心里真的特别暖，太谢谢了。大过年的，我们也没什么表示的。王叔，红包带来了吗？我们分给大家，各位沾沾喜气，好吗？哎呀，真的是太破费了，应该的。没事儿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没想到你们家那么多人。二伯父、二伯母，珊珊姐他们到了。彤彤。哎，今天所有的人都在，我们拍张全家福吧。好呀，我有安排的。您呐是薛氏的大叔公，就坐在这儿；镇长坐这儿，乡长坐这儿。拍什么全家福啊？我爸还没来呢。这是我们薛家的事啊，不劳烦大家啊，大家请回吧。不好意思啊，要不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好吧？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还没拍呢。拍什么拍？走走。您慢坐慢坐，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啊。我想和风腾单独谈谈。哦，好，那哥我们出去转转。哎，你带珊珊也出去。我也要出去啊。走吧走吧，听你爸的啊，走走走走。乡亲们都是老实人啊，你看都知道红包里是小钱，不指着这个发财，可是大家愿意图喜庆、图热闹。爷爷就说过，分享呢代表着我们封家还有能力，别人也看得起我们，这是我们的福气。以后珊珊啊，你成为咱们封家媳妇儿了，这些封家的传统家风呢，你也得多学着点儿。其实我也觉得特别不好意思。我爸他很低调，他不太喜欢有钱人。看出来了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你应该跟你爸多说说我们家。我们家也是书香世家，也是懂得人情世故的嘛。对哦，我怎么就忘了？不过封家显性代表就是财富，说太多也太欲盖弥彰了吧？不过珊珊这事儿啊，根本就不用你操心，你还担什么心呢？你爸那边完全由大哥搞定啊，是吧？来到你们这儿真舒服，天气又好，空气又清新，该烦恼的让我哥烦恼去吧。今天你就当我和延青的导游，带我们好好逛逛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走，带你们去逛逛。我从年轻时就做裁缝了。珊珊虽然在我身边从小看到大，可她对裁缝不感兴趣。这衣服好像也不太合身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不，这个泰山定制，我很喜欢。我好奇的是，薛珊珊不是名牌，你怎么就有兴趣？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跟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
在我战战兢兢维持家业的过程当中，珊珊她让我觉得很轻松自在。你是个很有教养的人，你很清楚你的责任，你也很清楚你想要什么。但是，我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也很清楚我们家有几斤几两的分量。娘家是孩子最有力的依靠。珊珊要是嫁给你，我恐怕她也只能靠她自己呀。珊珊有我，只要她愿意，她这一辈子都有我。我喜欢珊珊，是因为她活得很真实。我问您，请放心，我和珊珊会过最真切平实的生活。身为集团大老板，肯定是能言善道。可是我不听，我只是看，我就看你以后是怎么做。你们要结婚，我不反对。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哎，风腾，你还好吗？我怎么了？怕你爸爸要盯在工作台上，刑讯逼供吗？我是有想过这个画面。不过刚才见岳父大人确实有点紧张。但是薛珊珊，你是在质疑我的谈判能力吗？所以，我怕他答应了。珊珊，你有一个好爸爸。他没有为难你吗？有啊。啊？你爸他跟我聊了那么长时间，饿死我了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饭呀？你先跟我说说，我跟你怎么着啊？爸，这是风腾他们自家农场种的蔬菜，是有机蔬菜，很营养的。吃吧。多吃点。啊，好。你看啊，我们珊珊啊，就是要快嫁做人妇了。你看厨艺很好了嘛，这个火锅你看，不错不错。那当然了，不过风家有自己的大厨哦，不用我下厨了。那你嫁的人也不做饭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了？不是说了吗？家里有厨师的吗？珊珊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，不用做饭做家务，哎，这是享福哎，这样你还不满意啊？风腾说了，你们两个结婚是要做踏实生活的。什么叫生活啊？生活就是柴米油盐。你这些都不做，你要为老公做什么？爸，您放心吧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做一个好媳妇儿的，相信我。哎呀，好了，说起女儿来，比我更婆婆妈妈的。这可是珊珊出嫁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了。妈，你别这么想，我每年过年都会回家的呀，啊，别瞎想啦，珊珊，结婚以后你还去上班吗？当然要去了，而且风腾也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也觉得去上班好。你们3年不生孩子，有个工作也不会太无聊，也算是有个寄托吧。哎，你可千万不学那些阔太太，整天就想着做美容。不是，爸，您刚才说什么？3年之内不能生孩子？
是啊，我跟风腾说过了呀，这是我让你们结婚提出的条件。爸，你怎么会开这种条件呀？就是啊。爸是想你们暂时不要孩子，相处一段时间以后，万一觉得不合适的话，也不至于耽误你嘛。爸，您是怕我们结婚之后，如果1、2年之内不要孩子的话，就没有牵绊，就没必要牵扯不清，是吧？这老头子，女儿出嫁前想这些，也太触霉头了吧？我们两家家世背景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生活观、价值观都有很大的差距。爸有这个担心，珊珊，你可一定要理解啊。那风腾呢？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。答应了。爸开出这个条件，其实我不难理解，但是风腾答应了，为什么？之前风腾也一直跟我强调不急着生孩子，难道跟爸想的是一样的？怕我们其实相处不来，也许到最后会分开。刚结婚的2个人，本来就应该过一段2人世界，彼此的生活磨合一下。如果婚前有这种想法，那为什么还要结婚呢？这么晚过来，是不是不习惯一个人睡啊？你为什么答应我爸3年之内不生孩子？因为这是你爸答应结婚的唯一条件，也不是什么难事。那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这个条件吗？怕我们的婚姻不和，要离婚。所以，你是认同我爸的观点，才答应的吗？我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，2个人结婚了以后，要过一段2人的生活。更何况你还太小了。既然我和你爸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那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过2人世界是什么意思呀？是说2人如果相处不来，就散吗？既然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好再跟我结婚？薛珊珊，我风腾向来是要最好的。虽然我谈过几段感情，但是你是我要结婚的。一旦我要结婚，就会跟我的妻子白头偕老。但是你不一样，我是你的初恋。一旦你选择了我，将别无选择。是啊，在感情的世界里，离不开的那个人就输了一大截。但是只要有着肩膀，有着胸怀可以依靠，从没赢过又何妨呢？哎呀，看来某些人是离不开我了。刚才看到柳柳，也不知道她怎么了，大过年的，不会又跟大伯母吵架了吧？放心吧，这样的状况马上就会改变。
凤腾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你穿这件西装是你最帅的时候啊？是吗？那我们结婚的时候，我就穿这个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还可以更帅的。这个就更帅是什么样子？就是特别帅。珊珊，你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长大的？对呀，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墙上刻字的。你看。说你小的时候就够坏的。我还挺乖的，其实。哎呀，妈曾经无数次的想象你出嫁的画面，可真没想到会是这般情景。我也没想到。其实昨天你和风腾一进门，我就觉得你们俩呀，特别般配。真的啊？我们家的女儿长大了，变漂亮了。珊珊啊，风腾说的对，以后呢，你们会过上踏实的日子。妈呢，也希望你能跟着他，能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。这样我和你爸爸呢才能放心啊。放心吧，妈。说话可要算话啊！说好每年回来看我们的。当然会了，我还会好好工作，然后赚钱养你们。哎呀，妈，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可不做那泼出去的水，我还继续做您的小棉袄，然后再给您带回来一件大衣。好，好，好，照顾你们。好，您和爸爸也要保重身体。好，会的，会的。提亲总算搞定了，亲家公亲家母还真是明理豁达，难怪珊珊那么单纯可爱。搞定就好。喂，哎，新年快乐！啊，现在啊？哦，好，你稍等一下啊，工作电话。哎，你说。大过年的还忙公事，也不让人休息一下。柳柳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找我？严总，关于虚拟货币的那个企划案，尤承浩他卷款逃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风腾说的果然没错，这小子靠不住。他卷了多少？他把1000万全部都卷走了，现在连他爸妈都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。这眼看年就要过了，我是负责人，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不说啊。严总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，请您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我一定会把尤承浩给找出来的。就算找不着他，你们给我投资的这1000万，我也会一分不欠的还给你们的。刘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的人品我们都知道，这件事你也很认真负责。这样吧，这大过年的，现在也别提钱的事儿，回来上海再说。还有，这个事儿一定会解决的，在这之前，不要告诉珊珊和风腾。柳柳，你也来啦！刚好我中午带凤凤他们到处去逛逛，然后回家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吧。哦，我来和严总拜个年，我家里还有事儿，我中午再过去吧。大家新年快乐啊！我先走了。你们先聊，我去送送柳柳啊。他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柳柳，
哎呀，怎么啦？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怎么会突然去找严总呢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就是那个给严总拜个年。可是你的表情告诉我，你好像有心事，气色这么差。啊，我昨天晚上家里的邻居一直在对面打牌呢，吵了一晚上，我没睡好。我刚才没好意思说，其实我是想回去补一个觉的。你放心吧，珊珊，我没事儿，我中午就过去吃饭了啊。真的没事啊。但是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一定要跟我说啊，千万不要憋在心里面。知道啦。新的一年了，开心一点。行了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尤承浩把封家的投资的那1000万全都给盗领走了，现在人也找不到了。珊珊，一定跟封腾说说，封家那么有钱，可不可以等我们找到尤承浩再说？千万别让我们先背上这1000万啊！妈，我都说了，这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跟珊珊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呢？话不能这样说呀！你借的是封腾的钱，封腾都要娶珊珊了，那就是珊珊的钱，妈妈只有拜托他呀。妈，您别再说了，我本来就是这个事情的负责人，我就应该担当责任的。这个钱我自己会还清楚的。你怎么还啊？妈妈把你拉扯到这么大容易吗？你居然欠了那么多钱，我们就是8辈子不吃不喝也不一定还得清啊！珊珊，你知道从小大伯母最疼你，对不对？你帮帮我们啊！你要是不帮我，哎呀，我死了算了！大伯母，好，去。你在家陪他们吧。我们去找封腾。柳柳啊，路上把这事跟我说清楚。珊，快走！帮忙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把珊珊嫁给你。什么？不嫁了？大弟，不是讲这个的，我是让你来求情的。你闭嘴！既然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我就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似的，还把珊珊嫁给你。现在，我以薛家家长的身份向你承诺，这1000万，我一定会还你。哎呀，伯父，1000万就当我们封家的投资，投资跟结婚不能混为一谈。我们不要珊珊还，我们也不会要薛家还的。不行，这钱必须得还，这婚礼也必须得取消。我们珊珊不能在欠债的情况下嫁到你们封家。我薛某人这辈子也绝不占人便宜。哎呀，都要结婚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，没什么欠钱还钱的。凤小姐，请你明白，我们薛家是嫁女儿，不是卖女儿。这个婚礼，我绝不会同意的。封腾，你别听我叔说的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是我没有管好尤承浩才把钱卷走的，而且我其实是薛家抱来的孩子，跟薛家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所以这件事情跟珊珊没有关系，跟你们的婚礼也没有关系。哎呦，你说什么傻话呀？这1000万你拿什么还呀？哎呦，你这辈子都会毁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是1000万，你少说几句可以吗？你怎么还？你别还了！怎么会？你呢？
还想不想跟我结婚？不知道。薛深深，结婚的意义是什么？结婚的意义，这时候，结婚的意义是两个相爱的人发誓这辈子不管健康残疾、贫穷富贵，都要不离不弃，相互扶持。你要为了这1000万不跟我结婚吗？可是这1000万，柳柳也是为了家人，你也是因为我才相信柳柳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结婚了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们家发生了任何问题，都是要我们共同面对的，而不是像你爸刚刚所说的，是你们家欠我们家的。薛深深，你现在因为这1000万就承受不住了，那我想问你，如果以后风腾欠了几百个亿，整个集团都倒闭了，到那个时候我承受不住了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。可是，一边是你，一边是我爸，我也得为我爸着想啊。风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看着我，你现在有足够坚定，相信我。我们可以先不谈婚礼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婚。这件事呢，之前其实我已经知道了，只不过不想影响两家人的婚事儿，就没说。那你怎么可以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？你们究竟把我们薛家看成是什么样的人了？哎，伯父，您别激动啊，这1000万呢是尤承浩拿的，那明天我们把他找回来，这1000万不就回来了吗？您说您现在取消他们的婚礼，那明天人回来了，那他们怎么办啊？那要是找不到尤承浩这个人呢？人海茫茫，他要躲起来，你怎么可能找得到他？伯父，您别紧张，我们呢已经报了警，这不大过年的吗？我们想回到上海之后啊，马上处理这个事儿。总之，这个事交给我解决，好吗？不行，就是这一点不能妥协。如果真的找不到尤承浩的话，这1000万我们薛家会来承担的。说白了，你们封家今天之所以会损失这笔钱，还不是因为封腾认识了珊珊？1000万啊，对你们来说是没什么，可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薛家的尊严的问题。我们不能因为嫁珊珊而把这件事情一笔勾销。和钱比起来，我们薛家和珊珊的名誉更重要。其实事情真的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封家每年投资几10个亿、上百个亿的，没有人会在乎这1000万。我怎么听起来觉得你是在拿钱压人啊？这婚礼难道就不能取消了吗？珊珊是我的女儿，我就做不了这个主？我真的没有拿钱压您的意思，一点都没有的，真的。好了，都冷静一下啊！伯父，就算是要还钱，你看现在天这么晚了，等到明天早上起来再说吧，好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家的意思了，我们再好好商量一下，好不好？二叔，对不起。回家。我说大点，
身为爸的女儿，我太了解她的个性了，连1毛钱都不肯欠别人，何况是1000万。就算让她做几辈子的西装来还债，她都会去做的。封腾虽然不会逼我们还钱，可是柳柳心里应该会有疙瘩吧？我更不能这样厚脸皮的去结婚。封腾当时想给柳柳一个机会，大概也没想到，连我们自己都深陷泥沼吧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这些都是讨论怎么挑日子、婚礼细节的方案，我准备的好辛苦。王叔从上海特地拿过来的，就是准备这一次跟薛爸薛妈商量好。现在好啦，婚礼还不知道办不办呢。每一家都有规矩，我们的婚礼就等这个事情解决了以后再说吧。解决？哦，你真的等薛家筹齐1000万还给我们才叫解决啊？如果他们认为是最好的办法，我当然想维护他们的尊严。好吧，我知道我哥一定有本事顺利的解决，不为难他们的。那我们呢？明天就回上海了，珊珊跟我们一起吗？先不用，我希望他留下来，多陪一下家人。你也辛苦了，我也累了，睡了。你早点休息啊。长，还真是淡定啊！皇帝不急急死太监。傅小姐，你们特意从上海来这一趟，我们招待不周，还搞出这些事儿，我都没脸过来跟你们告别了。伯母，您千万别那么说。伯父也是担心珊珊的名声，所以才会那么生气，我们都可以理解。说实在的，如果真的为了1000万，我们封家就不认珊珊这个媳妇儿，那岂不是给我们封家留下骂名吗？所以呢，伯父那边还请您多多替我们美言几句啊。傅小姐，我谢谢你的大人大量。老头子有他自己的想法，我们彼此谅解了啊。伯母，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，等这事儿解决之后啊，我们再来拜访您。哎，好。是的呀，珊珊还是要跟我哥结婚的呀，对吧？是啊。封腾呢？在楼上，收拾呢。那我带我妈上去跟她打个招呼吧。哎，好。先生，这箱子我先拿到车上去。好。封腾。伯母，那我们就先回上海了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路上小心啊。您注意身体。哎，这你忘了拿了吧？哎呀，来来来，这不是大嫂吗？这是彤彤啊，啊，还有我，这个是爸。哎，这什么时候拍的呀？这个？你私底下调查我的家人，就在我们决定交往的隔一天。对。哥，怎么还不下来呀？像我之前我都跟你说过我有哪些家人了，你是不相信我吗？所以才暗中调查我。既然你那么不信任我，
为什么还要决定跟我交往？珊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怪我哥，都是我找人调查你的。即使风月不找人调查，结婚前我也会这么做。珊珊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其实呢，这是风家人了解你们家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式。你看，你们老家这么远，那风月呢找人拍点照片，了解一下你的家人，千万别生气啊！所以你们都记住了，满意了，同意跟我结婚了是吗？我是不是应该很开心啊？好好过年。我们先不讨论结婚的事，以后也用不着讨论了。哎，珊珊，珊珊，回来。对不起，阿哥，太不小心了。我这就去给薛家人道歉。不用了，我们回上海。咱们家大爷爷起就住在这儿，想要了解点什么，派个人过来一趟不就行了吗？弄得结婚前还要被调查一番，搞得我们像黑户似的，至于吗？这些有钱人做起事儿来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真是冷血无情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生气的？我要有几个亿的身价，我也会这么做。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也让彤彤上网，了解风腾的背景。这年头，台面上的人一举一动，都有记者帮着盯着。咱们薛家默默无闻。珊珊，你想想，风家几代人积累的财富，凭什么就你薛珊珊几句话，上门当了媳妇？尽享他们荣华富贵，同样都是调查，只不过风家是用了花钱的方式。如果你觉得受不了、不开心，正好趁现在想清楚，还有个退路。现在的重点也不在这里，我看有成浩是找不到这个人了。我们一家人都要做好节衣缩食的准备。珊珊，事到如今，你要不要辞职？干脆不去上海了，留在老家。啊？你让珊珊辞职啊？哟，珊珊在上海已经待了一段时间了，再说也考上了那个 CPA 的证书啊。你让她回来，在咱们这个小镇上，能找到什么工作来还那个1000万呢？你这不是要逼死珊珊吗？对不起，伯父。
找人调查你们家，绝对没有看清你们家的意思。我知道，你们封家家大业大，你有这样的举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只是通过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做封太太。那不行，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，而且我跑这么远来提亲，我不能白白浪费时间。柳柳那1000万，既然伯父坚持要还，那我们就等还清1000万之后，我们再结婚。柳柳说，刘成浩的爸爸也有投资500万，当然现在也没有人要回去，只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出更多的钱还给你们。不过扣掉之前一些运作成本，我们至少还有350万。所以，我不建议你们把350万变成1000万之后再还给我。你觉得我可以做到吗？我一直很相信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们薛家一定会还你1000万的。还清了1000万，你要马上嫁给我。